在不远的未来，一场强烈的太阳耀般席卷了地球，导致95%的人类殒命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患上了闪焰症。这种病会使人发狂失控，慢慢变成行尸走肉，人类文明开始步入黑暗时代。这群孩子在迷宫里生活了3年，始终没有找到出去的路口，因为迷宫的形态每天都在变动，而且每隔1个月就会送一个新人上来。当小帅睁开眼时，只见一群人围着他，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。小帅的记忆非常混乱，出于本能反应，他只能拔腿就跑。就在小帅拼命逃跑时，突然被小草绊倒在地，抬头一看，四周全是100米高的巨墙，小帅被彻底吓傻。老黑是这里的领袖，他告诉小帅，这里所有人都和他一样，是被电梯送上来的，而老黑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，他在这里待了至少3年，一直过着原始般的生活。电梯每个月都会送来补给和一个倒霉蛋，而这个月的倒霉蛋就是小帅。对此，小帅有很多疑惑，可老黑也说不清楚。小帅环视一圈，对中间的石门十分好奇，他问老黑墙后面有什么，但老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他只是告诉小帅，这里有3条规矩，做好分内的事，不能自相残杀，不可以到门后面去。没过多久，小帅发现2个男生从迷宫里跑了出来，身旁的小胖告诉他，他们是行者，只有行者才可以进出迷宫，这让小帅对石门更加好奇。就在他慢慢靠近石门时，突然被一个恶霸推倒在地，小帅瞬间暴怒，正准备和他大干一场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恐怖的声响，所有人面色凝重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起来。接着通道里狂风乱作，迷宫也随之慢慢闭合。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奇怪的事情再度发生。他在小树林收集肥料时，行者小本出现在小帅面前，用凶狠的眼神盯着他看，紧接着发疯似的开始攻击小帅。在危急关头，小帅随手捡起一块骨头击倒小本，然后起身往树林外狂奔。可没跑多远，小帅再次被扑倒在地，幸好在同伴们的帮助下，及时控制住了小本。但这还没完，当他们掀开小本的衣服后，发现了被怪物遮过的伤口。几人相互交换一下眼神，随后将小本带到迷宫入口。众人拿起杆子，在迷宫门闭合之前，硬生生把小本赶进了迷宫内。这一连串的怪事让小帅陷入了深深的疑惑：是谁把自己送到了这里？迷宫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无奈的是，小帅失去了记忆，除了在梦里听到过自己的名字外，他想不起来任何事情。第2天清晨，小帅又看到2名同伴进入了迷宫，但大家都对此事闭口不谈，只是静静地守在门口，祈祷2人能活着回来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还没见2人出来。就在迷宫门即将闭合之时，米诺拖着受伤的老黑匆匆赶到。老黑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小帅见情况紧急，再不做点什么，2人都将必死无疑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闯进了迷宫内。Just kill yourself. 看着老黑一直昏迷不醒，2人只好用藤条绑住老黑，打算把他吊在半空，这样至少能保证他的安全。然而一只怪物的出现让2人乱了阵脚，米诺见状撒丫子逃命，小帅则迅速躲进树角里，一直等到怪物离去，他才出来固定好藤条。等安顿好老黑后，小帅打算去找米诺会合，可刚走没几步，脚底突然出现了奇怪的粘液，原来在头顶的上方潜伏着一只怪物。小帅在迷宫里四处乱窜，然而一个不小心，直接冲进了死胡同里。小帅只好顺着藤条爬到了迷宫顶部，可在越过几个台阶后，他已经退无可退。危急关头，小帅飞身一跃，死死抓住藤条，才暂时和怪物拉开了距离。可下一秒，怪物又从身后扑来，一人一怪同时滑向地面。幸好怪物被藤条缠住，小帅才幸免于难。米诺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，而且迷宫正在慢慢闭合，2人火速跑到了出口。本来可以直接逃出迷宫，但小帅突然停住了脚步。他故意等了一会儿，怪物最终在小帅的引诱下，被出口的石门给活活夹死。2人拖着受伤的老黑走出了迷宫。在这3年来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战胜怪物，小帅也因此赢得了小伙伴们的尊重。除了一直针对他的盖里之外，他认为与怪物和平相处了3年，如今小帅打破了这个规则，盖里担心会迎来怪物的报复，他打算要处罚小帅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电梯上升的声音，这次送上来的是一个女生，手里还拽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她是最后一个人，而且女孩一睁眼就喊出了小帅的名字，紧接着又晕了过去。小帅一脸问号。为了解开事情的真相，他带着小伙伴回到了迷宫内，找到了那只被夹死的怪物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几人分解了怪物的尸体，并在怪物体内发现了一个闪着红光的东西。米诺将外皮撕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个电子设备，说明有人在操控怪物。有了这条线索，小帅提议要深入迷宫一探究竟，这样才能查清迷宫背后的秘密。米诺听后表示同意，随后带小帅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原来迷宫的地形早已被米诺用模型还原，经过1年多的研究，米诺得知迷宫的每个区域都会定时开放，唯有第7区从不开放。而昨晚出现的怪物正是来自神秘的第7区。小帅看着电池上的数字，似乎有了自己的计划。
昏迷的女孩也在这个时候醒来，她似乎被吓坏了，独自一人躲在高塔上，不停地向地面扔石子，直到小帅出现后，她才冷静了下来。女孩名叫丽萨，但她也说不清楚为何会记住小帅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来到这里。说着，还从身上拿出了2瓶血清。小帅认为这有可能会是解药，于是在老黑身上注射了血清。老黑果然醒了过来，而且想起了进入迷宫之前的所有记忆。原来这是一座实验场，他们根本没法逃离这里，而且小帅也是跟幕后黑手一伙的。他搞不懂小帅为何会来到这里，或许第7区就是解开谜题的关键。第2天清晨，迷宫门开启之时，小帅和米诺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。在经过数个区域后，来到了最危险的刀片阵营。此时电池突然发出怪声，仿佛是在给2人指路。根据声音的指示，他们一直走到了迷宫的尽头。本以为又是一个死胡同，可当小帅启动电池后，身后的大门突然开启，里面有一个圆形洞口。可还没等2人搞清状况，洞口闪过一道电光，接着警报响起，迷宫又到了关闭的时候。刀片正在随机闭合，时间紧迫，他们只能在刀片阵中与死神赛跑。好在2人动作敏捷，很快就从刀片阵里安全逃出。可刚脱离危险，地上的石块拔地而起，迷宫如同山崩地裂一般，正在飞速瓦解。慌乱之际，米诺发现一个出口还未完全关闭，此时2人已经别无选择，只能殊死一搏。逃出后，2人信心倍增，一致认为洞口就是迷宫的出口。可当夜幕降临，意外突然发生，迷宫失去了规律，无数怪物倾巢而出，空地变成了怪物的屠宰场。同伴们一个接一个被害，连小胖也差点惨遭毒手。好在几人齐心协力，及时砍断了怪物的肢体，小胖才幸免于难。不过老黑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恳求小帅一定要把小伙伴们带出迷宫。等怪物散去之后，盖里看着残缺不堪的家园，上来就给了小帅一拳，还不停地说道：“这一切全都因他而起。”小帅也感到非常的内疚，他一把抢过小胖手上的怪物残肢，毫不犹豫地刺向了自己的大腿。与此同时，小帅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零零碎碎的记忆。原来小帅和丽萨曾经都是负责观察迷宫的人。盖里得知真相后，打算将2人献祭给怪物。在关键时刻，米诺带人里应外合，成功将2人救下。小伙伴们也因此分成了2个阵营，一方认为小帅能带大家走出迷宫，决定和他一起去寻找出口；另一方则跟着盖里继续生活在这里。小帅带着伙伴们开启了他们的逃亡之路，几人很快便来到了最危险的第7区。果不其然，怪物早已恭候多时，但大家并没有因此退缩，硬是凭借手中的破木棍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，与怪物展开了激烈的厮杀。在众人齐心协力的配合下，怪物很快被推下了悬崖。可回头一看，战斗才刚刚开始，无数怪物朝他们慢慢逼近。小帅等人抵挡怪物的攻击，丽萨负责启动迷宫的出口。可弄了半天才发现，原来洞口就是门锁，只是需要输入8位数字的密码。这时小帅突然想到，会不会是迷宫8个区域的打开顺序？话音未落，一只怪物从天而降，刚好压在了米诺身上，而他就是唯一知道迷宫顺序的人。在这生死关头，杰夫豁出自己的性命，硬是把米诺给救了回来。但怪物的攻势依旧不减，几人被逼到了墙角，已经无路可退。关键时刻，丽萨配合米诺成功输入密码，洞口随即被激活，怪物也被下降的石门给压死。他们总算是逃了出来，可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几人穿过狭长的走廊，来到了一间实验室中，可眼前只有遍地的尸体，没有任何活人。小帅按下操作台上的按钮，屏幕中出现了艾娃博士的留言，让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外面的世界早已被炙热的太阳烤焦，就算幸存下来的少数人，也患上了一种名为闪焰症的病。这种病毒会侵袭人们的大脑，会让感染者变成丧尸。而在他们这群新生代身上，少数人拥有抵抗病毒的能力，但必须要在特殊的环境下才能激活他们的脑部进行研究，这就是把他们关进迷宫的原因。可话音未落，一群黑衣人闯进了实验室，博士只能选择自行了断。小帅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，打算带着伙伴们拯救世界。可就在这时，盖里突然出现，他已经被怪物蛰伤，变得神志不清，而且还拿着一支手枪，扬言要杀了小帅。就在他开枪的同时，米诺迅速甩出手中的木棍，将盖里击倒在地。可悲剧还是发生了，小胖不幸中枪，最终还是没能活着离开这里。而剩下的几人被一群士兵带上了直升机，他们终于离开了这座迷宫。但这场残忍的实验还远远没有结束，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艾娃博士演的一场戏，还有更加恐怖的实验在等着他们。小帅一行人刚从迷宫里逃出来，就被带到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庇护所。负责人詹森告诉他们，外面的世界早已变成焦土，到处都是丧尸，只有避难所才是安全的。这里有舒适的床和充足的食物，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。这说明迷宫不止一个，他们都是詹森从迷宫里解救出来的。
眼前这个不爱说话的男孩名叫阿里斯，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。他脸上挂着恐惧的神情，小帅自己也能感觉到那种恐惧。而且每隔一段时间，詹森就会带走一些孩子，说是要把他们送去新家园。可小帅仔细观察过后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到了晚上，小帅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听到床下有动静，原来是白天那个叫阿里斯的男孩。随后两人穿过通风管道，来到了一间实验室的上方，他们似乎是在进行某种人体实验。为了查清楚背后的真相，小帅在吃饭时故意制造混乱，然后趁机顺走警卫的门卡。等到了晚上，他和阿里斯悄悄闯进了实验室，眼前的画面让两人后背发凉。有人被浸泡在药水里，已经发生变异；有的被吊在半空中，身上插着无数根管子。那些被送去新家园的孩子，实际上都成了提取解药的标本，他们的身体正在被抽干。就在这时，詹森突然走进了实验室，幸好他并未发现两人。没想到詹森竟然是艾娃博士的手下，博士正催促他加快实验进度，不然就找人顶替他的位置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，詹森决定从最新到来的孩子动手。小帅一听情况不妙，自己不就是最新一批吗？他火速冲回宿舍，扯下床单，绑好宿舍大门。与此同时，詹森也带着药水朝宿舍的方向赶来，但他还是晚了一步。等詹森走进宿舍，几人早就逃了出去，还顺便劫持了一位女医生。接着米诺又放倒了一个警员，小帅索性捡起武器，让医生带他们找到了丽萨。这时后面的追兵也赶了过来，小帅直接拿起椅子，两下砸碎玻璃，众人拼命往通道口狂奔，无奈门卡已经失效。这时詹森也追了上来，小帅见状立即冲过去拖住对方，给伙伴们争取开门的时间。可弄了半天，铁门丝毫未动。危急关头，阿里斯从外部打开了铁门，等小伙伴们安全通过后，小帅这才扔掉武器，转身冲向正在关闭的铁门。焦土冒险之旅就此展开。为了甩掉后面的追兵，几人穿过沙石横飞的山坡，然后躲进了一间废弃商场。他们在这里收集了一些有用的物资，米诺还找到了一台发电机，似乎还能使用。然而四周亮起的灯光唤醒了附近的丧尸，还好米诺反应及时，立马捡起铁棍放倒了丧尸。两人一路狂奔，赶紧去找同伴们会合。然而身后的丧尸越来越多，顿时让众人傻眼。他们只能一边逃跑，一边跟丧尸拼命。好不容易逃脱，又碰上了紧锁的大门，好在只是一扇木质门，没用几脚，门就被成功踢开。可就在这时，温斯特被丧尸抓住，几人齐心协力，硬是把他拖了出来，但还是没能避免被丧尸抓伤。见温斯特实在没了力气，几人只好躲在角落里，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带着受伤的温斯特走进了破败不堪的城市中，外面的世界早已分崩离析，他们开始怀念起了迷宫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突然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，几人迅速找掩体躲藏好。小帅心里清楚，维肯公司不会放弃寻找他们，必须要规划好接下来的路。这时小帅突然想起詹森和博士之间的对话，他们提到了一个名为右臂的反抗军组织，据说他们躲在大山里，专门解救那些被抓去做实验的孩子，只有找到他们，才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只是这段路程必定会非常艰难，因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且他们一边前行，一边还要照顾受伤的温斯特。不久之后，温斯特开始口吐黑血，他的腹部正在发生尸变，与其慢慢等着变异，还不如给自己一个痛快。简单告别过后，温斯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几人继续前行，向大山方向靠近。可他们走了几天几夜，依旧没有走出荒漠，身上带的水已经喝光，精疲力尽的几人直接在沙漠中昏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帅睁开眼一看，发现不远处闪烁着灯光，他开心地叫醒了同伴。可几人还未动身，天空突然电闪雷鸣，沙尘暴也随之而来。就在几人拼命奔跑时，一道闪电从天而降，瞬间将米诺击倒在地。几人搀扶着米诺躲进了黑暗的仓库中，幸好没击中要害，米诺很快又醒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仓库内出现了一大群丧尸，好在都被铁链拴住，暂时还算安全。这时从丧尸堆中走来一个女人，把一行人带进了屋内。豪哥是这里的管理者，他在得知几人的身份后，简直如获至宝，只要把他们卖给维肯公司，是一笔不错的收入。不过这也并非豪哥的本意。等其他人散去后，豪哥跟小帅谈起了交易，原来他也想加入反抗军组织，而眼前这群孩子就是让他加入反抗军的筹码。可就在这时，詹森带着士兵杀到了这里，小帅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他们一起去寻找反抗军。几人顺着缆绳陆续逃了出去。可在关键时刻，布兰达为了回去拿私人物品，被士兵挡住了去路。好在小帅对他们有利用价值，士兵们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时间不等人，豪尔早已布置好了炸弹，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整个仓库开始崩塌。两人从电梯口一跃而下，及时躲过了一劫，可唯一的出口被封死。两人只好掀起铁盖，从黑暗的隧道中前行。就算前面有丧尸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结果走了半天，丧尸没遇到，老鼠倒是遇到一只。就在两人放松警惕时，窟窿里的丧尸开始觉醒，两人只能拼了命地往外跑。见前方无路可走，两人索性爬上了破败的大楼，丧尸在后面穷追不舍。
由于太过紧张，布兰达一个不小心直接掉到了大楼的玻璃上。他试着想要起身，但玻璃的裂痕越来越大。与此同时，一只丧尸又冲了下来，并开始疯狂攻击布兰达。小帅见他就快坚持不住，直接扯下一根钢筋。他在敲碎玻璃的瞬间，及时拉住了布兰达，可他的脚已被丧尸抓伤，他只能咬着牙，用布包住伤口，一瘸一拐地继续赶路。经过几条街道后，两人来到了一家酒吧门口，但想要进入酒吧，得先喝上一口特制酒。小帅本想拒绝，但布兰达一口喝了下去，小帅也只好硬着头皮喝下。两人分头行动，打算要找一个名叫马克的男人。没想到他们刚才喝下的酒有致幻作用，他已经分不清眼前的女孩到底是布兰达还是丽萨。最后，小帅因为体力不支，直接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时，大家都已经汇合到了一起，而且还抓到了马克。原来酒吧老板就是马克。在豪尔的暴力逼问下，马克乖乖交代了反抗军的下落，他的爱车也被豪哥顺走。可还没走多远，发现峡谷前方的路被堵住，众人被迫下车查看情况。谁知遭到了狙击手的埋伏，豪尔赶紧拿出炸弹，决定和对方拼命。可还未动手，就被对方控制。幸好阿里斯认识他们，两人曾和阿里斯在同一个迷宫里，后来被反抗军救了出来。他们把小帅一行人带到了反抗军营地。可就在这时，布兰达突然晕了过去。反抗军首领文森见状，打算就地处决布兰达。好在玛丽医生出面制止，文森这才收起了手中的枪。玛丽曾经和小帅一起在维肯工作，他知道整个实验就是一场骗局。实验部根本就不是在研究解药，而是从孩子们体内提取解药，因为这种药水只能提取，不能被复制。玛丽用小帅的血清暂时稳定了布兰达的病情，但这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，没办法彻底根除。小帅一行人坐在山头，感叹着这来之不易的自由，他们再也不用过逃亡的日子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丽萨竟然是个碧池。他偷偷联系上了詹森，詹森带着军队迎面而来。这次小帅也无能为力了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敌方的战机向营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一顿狂轰乱炸之后，营地变成了一片火海。小帅心里清楚，他们没法打赢这场战争，于是他让布兰达和豪哥赶紧离开，自己则把炸弹藏在身上，决定和对方同归于尽。幕后黑手艾娃博士也来到了现场。小帅见时机成熟，立马拿出炸弹，几个小伙伴也和他站在了一起。他们是维肯公司最重要的财产，对方不敢轻举妄动。与此同时，布兰达他们也杀了回来，战火再次被点燃，众人迅速做出响应。小帅直接扔出炸弹，士兵瞬间被炸飞。气急败坏的詹森想要就地解决小帅，却被远处的布兰达及时救下。在众人齐心协力的配合下，对方终于顶不住压力，纷纷开始撤退。但悲剧的是，米诺不幸中枪被对方抓走。看着远去的飞机，小帅万念俱灰，出生入死的朋友被抓，自己怎么能苟且偷生？小帅决定要去营救米诺，这等于是去送死。可把话说回来，如果维肯公司一天不灭，他们永远不会有安宁的日子。也许是被小帅的勇气所感动，几人也决定和他一同前去，是时候向他们发起全面反击了。但想要逼停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见小帅爬上车顶，文森负责控制车速。等固定好汽车后，小帅轻松跳上火车。可这时汽车前轮爆胎，文森差点没被摔死。眼看前方的钩子就快支撑不住，文森蓄力一跳，及时抓住了火车。然而危机并未解除，后方又出现了一架全副武装的飞机。好在危急关头，布兰达父女俩成功将飞机支开，小帅他们才得以爬上了车顶。可还没走两步，又被前方的士兵挡住了去路。危急关头，文森果断引爆炸弹，成功将后方的车厢与火车分离。等确认好免疫者所在的车厢后，几人开始分工配合，准备将车厢切开。然而布兰达这边的情况却不容乐观，他们的车被逼停在了山脚之下，士兵打算活捉他们，可父女俩却丝毫不慌。原来他们早已布置好了陷阱，然后再配合埋伏在附近的队友，轻松将飞机拿下。随后豪哥利用飞机上的铁钩，直接将整节车厢吊起，士兵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可打开车厢后才发现，米诺并不在其中，只有阿里斯和其他免疫者，这让小帅有些失望。等港口的废弃油轮修好后，文森就会带着所有人离开这里，去寻找新的家园。可对于小帅来说，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米诺比任何人都要重要。阿里斯告诉小帅，维肯公司的人经常提及一座城市，可丧尸病毒爆发过后，世界上哪里还有城市？豪哥表示自己曾去过那里，还真有一座繁华的都市，被称之为末日堡垒。小帅想跟随火车的行进线路，带人前去营救米诺。文森表示自己也很想救出米诺，可他不能为了一个人再搭上更多人的性命。就在这时，无线电里传来了一阵轰鸣声。豪哥见状，迅速拉下电闸，走出来一看，发现是维肯公司在搜寻他们的下落。小帅明白此地不宜久留，他只好同意了文森的撤离计划。
可等众人熟睡过后，小帅又打算独自去营救米诺，没想到纽特和小黑早已等候多时，三人一同踏上了营救米诺的冒险之旅。他们根据地图上的指示，很快便来到了一处隧道前。这不用多想，隧道里肯定有丧尸，但这也是前往末日堡垒的必经之路。几人只好硬着头皮进入隧道。没走多远，一只丧尸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紧接着，一大群丧尸将车子包围。小黑见状，一脚踩下油门，在隧道里横冲直撞。慌乱之下，车子不小心撞上障碍物，直接翻了个底朝天。好在三人并无大碍，他们一边跟丧尸拼命，一边朝着出口狂奔。无奈前方又出现了一群丧尸，几人被夹在中间，进退两难，而且弹药也用光了。就在三人心急如焚之际，布兰达父女及时赶到，成功将三人救下。没过多久，他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末日堡垒。城内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墙外则是无家可归的流民。小帅一行人混在人群之中，打算寻找进城的机会。这时，小帅脖子上的标记暴露了他们的行踪。詹森得知消息后，立即启动城墙上的武器，开始对着人群疯狂扫射。小帅一行人在逃跑途中，突然被当地的反抗军带走。穿过破败的贫民区，几人被带到了一处隐秘的据点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反抗军的队长竟然是盖里。盖里告诉两人，当初他们离开迷宫之后，自己被反抗军救了回来。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男人，正是反抗军的首领。他只能依靠血亲勉强苟活。听到几人想要闯入城内，男人表示自己可以送他们进城，等事成之后，要帮他带回一些血亲作为报酬。两人一拍即合。随后，盖里带着他们穿过地下通道，成功溜进了城内。然而，穿过城墙只是第一关，如何接近实验部才是难题。几人趁着宵禁时间，悄悄爬上了城墙顶部，然后利用望远镜观察实验部的情况。小帅发现办公室里的女人正是曾经背叛过他们的丽萨。盖里告诉小帅，要想混进实验部，就必须从丽萨身上入手。小帅念及旧情，迟迟不肯对丽萨下手，这让纽特很是不爽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手突然疼痛起来。小帅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结果发现纽特感染了病毒，而丽萨这边的疫苗研究也迟迟得不到进展。艾娃博士开始绝望，因为丧尸病毒正在通过空气传播，过不了多久，城里的人也会被感染，到时候人类可就彻底完蛋了。趁丽萨下班回家之际，小帅故意在她眼前晃悠，然后把她引到地下车库，直接将她绑回了反抗军据点。从丽萨的口中得知，除了米诺以外，实验部还关押着28个免疫孩子。可丽萨告诉小帅，他们一旦靠近实验部，脖子上的标记会被识别出来。小帅索性让他帮忙摘除标记，然后伪装成实验部的警卫，成功混进了大楼。再配合黑客里应外合，入侵了大楼的安保系统，干掉几名看守过后，他们成功救出了28名免疫者。盖里负责带孩子们离开，三人则前去营救米诺。然而刚到门口，却被詹森拦住了去路。关键时刻，丽萨直接将两人推进了房间内，然后锁住大门，给两人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。随后，他带着沾有小帅血迹的布块，来到了一间实验室。经过血清调试后，发现小帅的血液竟然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解药。小帅这边也成功救出了米诺，无奈已经弹尽粮绝，三人只好躲进房间，将自己反锁在了里面。房门很快就会被切开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两人索性抬起氧气管砸碎玻璃，房门被打开的同时，三人纵身一跃，直接跳进了楼底的水池里。看楼上一脸不甘的詹森，小帅得意地竖起了中指，可刚一上岸又被警卫包围。好在盖里及时出手救下了三人。布兰达这边将那群孩子带上了一辆公交车上，本想等大家一起会合，无奈被警卫发现，布兰达只好发动汽车，先带孩子们撤离。在一阵惊心动魄的追逐过后，他们被士兵前后夹击。布兰达不慌不忙地走到车前，直接发射手中的信号弹。小黑看到信号后，利用城墙上的吊车勾住了公交车上的保险杆。小黑迅速启动开关，车子瞬间被拉起。可由于车身太重，保险杆即将断裂。幸好小黑反应及时，他在绳子断裂的同时，成功将车子吊出了墙外。可当他们赶回反抗军据点后，发现这里空无一人。反抗军首领正在动员所有墙外居民，准备向末日堡垒发起总攻。在一阵惊心动魄的演讲过后，首领站在装满汽油的车上，直奔城墙而去。他只想为城墙外的平民争一口气。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，所有难民纷纷涌入城内，与士兵们打成了一片。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，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与此同时，文森和豪哥开着飞机来接他们。可就在众人准备撤离之际，纽特的身体开始恶化，他很快就会变成丧尸。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返回实验室拿到血清，小帅则留下来照顾纽特。这时广播里传来了丽萨的声音，他告诉小帅，实验室里的血清药效非常短暂，只有小帅自己的血清才有机会救活纽特。布兰达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然而为时已晚，纽特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开始疯狂攻击小帅。最后纽特凭借仅剩的一点人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小帅看着死去的纽特，内心的愤怒彻底爆发，他捡起地上的手枪冲回了实验部。没想到博士正在大厅里等着他。博士清楚小帅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，这次他没有强迫小帅，而是让他自己做出选择。
结果一声枪响，博士死在了詹森手里，小帅也被注射了麻醉剂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詹森威胁着丽萨调试血清。原来詹森的目的是想控制解药，从而统治整座城市，而且他自己也感染了病毒，正准备给自己注射解药，不曾想被丽萨一把放倒在地。丽萨赶紧给小帅松绑，可詹森很快又醒了过来。在抢夺解药的过程中，小帅差点命丧当场。这时一颗炮弹击中大楼，詹森瞬间被掀翻在地，两人趁机开溜。为了掩护丽萨，小帅不幸中弹。丽萨见已经无路可逃，只好拿起血清分散詹森的注意力。小帅则捡起工具，直接朝詹森扔去。他还傻乎乎的以为小帅失手了，然而身后裂开的玻璃才是小帅的目标。詹森最终被丧尸咬死。丽萨搀扶着小帅跑上了天台，此时天台已经被大火包围，附近的大楼正在迅速塌陷。丽萨将手中的解药交给了小帅，两人在大火中拥吻在了一起。本来寻思着要一起面对死亡，不曾想豪哥驾驶着飞机赶来，在丽萨的帮助下，小帅成功登上了飞机，丽萨却和塌陷的大楼一起消失在了火海之中。这也算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所有幸存者定居在了一座孤岛上，这里没有丧尸病毒，也没有战争，只有朴实安详的生活。那些逝去的同伴们也将会被永远铭记，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，才换来了如今的美好生活。